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Zoo DIY。那么今天这个小视频给大家展示怎么样来剪草。其实说到剪草呢，可能很多人会说这个不是很简单的事情吗？把剪草机发动起来，然后草地上推一圈就可以了。当然你这样说也可以，但是一个修剪的非常专业的草坪，跟你随便剪一剪，那观感是完全不一样的。那么今天呢，我就给大家展示我是怎么样来剪草的。怎么样用最少的工作，用这些常见的设备，能够剪出比较专业的效果。实际上之前呢，我做了很多视频，跟大家分享怎么样去维护这个草坪。其实那个呢，就是这个草坪的基础工作。但是这个草坪最后的观感，实际上很大的工作是由于剪草剪出来的。即使呢有一些草坪可能有一些杂草，或者是不够致密。但是如果你剪草剪得非常专业、非常整齐的话呢，那么看出来的效果也是非常棒的。这就好比人的头发，不管你的发质好不好，那么如果一个发型师非常专业，那么出来的效果也会很好一样。剪草呢分成两步，一个是大面积的用这种剪草机把它推一圈，然后呢还有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，也是大家非常容易忽视的，就是用这种修边机把它修理整齐。我见过很多的人家的草坪呢，就是这个修边这步工作呢，经常被忽视。实际上，在我看来，修边是剪草专业与否的一个标志性的分水岭。基本上，专业的剪草呢，它对边缘的要求都比较高，它的边缘呢就会做得非常的整齐。边缘处理好的草坪呢，看上去就非常美观，然后不会有那种凌乱的感觉。而相反，如果你把这个草坪边缘你没有处理好的话呢，即使你的整个大面积的草坪都推平了，但是呢，看上去会显得非常凌乱，而且不够专业。当然，这两步呢，你是先推还是先修边呢？都可以。有的人喜欢先修边，有的人喜欢先推草。那么我呢，一般是先推，然后再修边。我这样做呢，是因为我会根据这个推的主体的这个草坪的厚度，来决定这个修边来怎么修，把它修的这个长度的长短有多少。最后呢，我会用这种 blower 呢，把那些散落在这个旁边的那个碎草呢，把它清理掉，把它吹掉。这样的整个的 landscaping 呢，就会显得比较美观和整洁。好，基本的程序就是这样。那么说两个问题，第一呢，就是这个剪草机的刀片。在你基本上我剪了3到5次草以后呢，我都会检查一下，看这个刀片是不是足够的锋利。如果不锋利呢，需要把它取下来，然后可以用磨刀石，可以用锉子，也可以用，如果你有 grinder 的话，可以稍微把它磨一下。关于怎么样去磨这个剪草机的刀片呢，我2年前做过一个视频，如果大家对这个感兴趣，可以点击屏幕一角的链接。那么第二个问题需要注意的就是剪草机 set 的高度 ，set 多高比较合适呢？像我这个剪草机呢，一共有6级。那么在夏天的时候呢，我一般把它set到第3级，还是有一点高度的。剪完以后，在春天和秋天的时候呢，蒸发没那么厉害的时候，我会把它set到第2级，这样的草坪剪出来会比较短。我比较喜欢那种剪得比较短的草坪。那么在你做这个 top dressing 平整草坪和施化肥之前呢，我把它 set 到第1级，也就是最短的，这样呢就会方便你做这些工作。注意的事项就差不多是这么多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就开始剪草。好的，大家可以看到，我现在推了第1圈，然后这个第2圈呢，如果你想剪完以后呢，你的草坪看得比较整齐呢，需要注意，因为这个轮子在草坪的地方走过以后呢，它会有一道痕迹，所以第2圈这个轮子呢，最好沿着这个第1圈走过的这个痕迹，这样呢就会显得非常整齐。如果你不按照这个呢，当然也可以，但是剪完以后呢，这个草坪就会显得有点凌乱。好，那么我们现在继续。
中途没油了，需要加点油。这种加的油呢，我一般都是用这种91号的油，不要用那种87号的，要加那种纯汽油，不要用那种含有乙醇的，因为乙醇的燃烧呢，会产生一些水分，这样对于这种发动机不太好。这种是化油器的发动机，所以容易生锈。我这种剪草机呢，它是March 的，它实际上剪完草以后呢，它把它搅碎，然后散落在草坪上。这种呢，据说呢，就是说可以对草坪呢增加一些养分，因为这个剪下来的草搅碎以后也是一种氮肥。然后它还有一个功能叫 side discharge， 就是这边呢可以装一个东西，它可以剪完的草呢，它会把它抛到这个侧面，这样呢就需要剪完以后呢，把这些干草呢再把这些碎草呢再把它清理一下。这个 mulch 呢你就基本不用怎么清理了，除非有一些地方堆积比较多，清理一下就可以了。那么现在市场上最常用的后面有那个 bag， 就是一个大袋子，那种剪草机呢其实也蛮实用的。剪完以后呢，它就是说所有的草都放到袋子里面，这样呢你草坪剪完以后显得非常干净。不好的地方呢就是它越推越重，所以经常要拿出来把它清理掉。然后呢就是可能就会草坪呢就减少一些氮肥。那么我呢就用这种，我一般都用这种 mulch 的功能。好，这个第一遍的剪草呢就剪完了，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效果呢，乍一看上去还不错，已经挺整齐的了。如果你要求不高，可能很多人现在这样的就差不多了。但是一个专业修剪的草坪呢，像这样还是不行的，因为你看这个边缘，这个阳光对比比较强烈，不知道看不看得出来。这个边缘这里还比较乱的，这个呢就需要修边了。尤其是这里这个花圃的边上，如果不修边的话呢，你看这条线呢就没有出来，这样呢整个草坪呢就显得还是有点凌乱，尤其是凑近看的时候，这个边缘看到没有？所以修剪整齐的草坪呢，这个边缘是成功的关键所在。好，我就是用这种修边机，然后这种呢，这个呢实际上是一种塑料的这种菱形的这种塑料条，它高速转动起来还是挺锋利的，所以割这些草呢一点问题都没有。好，下面我就开始修边。我先修这一条，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区别，我觉得还是蛮明显的。
好，大家可以看到这一条呢，这个线条基本上出来了。这个草坪的边缘呢，就好像是地毯一样，然后好像有一个30度的斜角压到这个土地上，所以这样看上去非常整洁。这个修边呢需要相对难一些，因为你需要把这个修边机呢端得非常的平。你越平呢越稳定呢，出来的效果就越好。如果你不断的抖动的话呢，那个效果可能就没那么好。好像这一条边呢，因为它这个是石头的这个小路和草坪的边界，这个呢一定要把它修剪得非常的 clean， 非常的整洁，这样效果才比较好。现在我就修这条边，基本上呢我是顺着这样的角度，大概30度左右，这样看上去呢，这个草坪的边缘会薄一点，中间会厚一点，这样就会有这种地毯的感觉。好，先开始。好，一气呵成。同样这边也是这样。好了，大家可以看到这块草坪呢，就修边就修完了。因为这块草坪比较小，所以看上去还是蛮精致的。这个就是基本上剪草要达到的效果。因为这边我要做日本花园，所以我现在不用太管它。这里呢，这里有2种方式，一种是这样修，有一个斜角；还有一种呢，把这个修边机把它竖起来，这样把这条线呢可以把它更清晰化的打出来，这样呢这个边缘呢就会显得很整洁。啊，我试一下，这个有点难度。好，大家可以看到这条线的效果。好，这个呢是人行道的边上，这个呢经常我看到很多 property owner， 他对这个从来不修边的话呢，日积月累呢，那边缘就会变得曲里拐弯的，就是不那么平直。就会因为这个草呢会长过来，有些尘土、土壤会在这个边缘堆积，就会显得很弯曲、很凌乱。我呢基本上还是非常注意修这个边的，所以这个效果还蛮好的。这种呢一般的专业的 landscaper 呢，他们有一种工具叫 Ager， 就是专门的，就是像一个刀片一样，可以把这个边给它打出来。但是那种工具呢，用途呢比较有限，就是打这个边缘。然后呢也挺贵的，所以即使是有些专业剪草的，也不一定有这个机器。就这个剪草机呢，把它竖立起来呢，或者有一点角度也可以，
只要你端的足够平直呢，也能够达到80%的效果吧。给大家展示一下。好的，最后一步呢，我就用这种鼓风机把这些残存在这种道路上，然后人行道上的草坪呢，给它清理一下，这样呢也是为了美观，然后把这个看上去呢就比较整洁，然后呢把这个草坪上比较大的 piece 的这个草呢，把它吹走。好。好了，这样呢，剪草的工作基本就做完了。3步：一个推草，然后修边，然后是清洁。效果就是这样。差不多有个80-90分吧。还算可以。那么多久剪一次草呢？因为我用的是这种 mulch 呢，它的一个缺点呢，就是你必须剪得非常勤。因为如果这个草长得比较长的话呢，你这个 mulch 它会把这个刀片呢就 stuck 住。所以，在这种生长旺盛期的时候，5、6月份的话，我有的时候是1个星期要剪2次。在一般的夏天、春秋天呢，可能1个星期剪1次吧。当然，在这种盛夏的时候，7、8月份，草长得非常慢，处于一种休眠状态的时候，可以2、3个星期剪1次也可以。如果你用 bag 的剪草机呢，应该1个星期剪1次都可以吧。基本上这个草的长度呢，很多城市是有 by law 的。多伦多这边呢，好像是8英寸，20厘米。如果你超过这个长度呢，市政是可以给你 ticket。另外呢，如果邻居看到你草从来不维护的话呢，这样也不太好。好像觉得你对这个社区的这个美观呢，不做任何的贡献，这样会影响整个社区的这个房地产的价格。好，基本上就跟大家分享那么多希望对您有所帮助和启发。如果您第一次访问我的频道或者还没有订阅，请点击下面的红色的订阅按钮并打开小铃铛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未来很多精彩而实用的节目。好，谢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